Hello，大家好，我是 Ethan。大家知道比特币吗？Ethan，我最近在研究比特币，发现很多人对比特币充满了虚幻的、不着边际的误解。大多数人更多的是在关注它的价格波动和走势。当你上 Google 搜索比特币的时候，你得到的词条基本上都是和价格有关的内容，那说明大多数人对比特币除了价格一无所知。那么在这里呢，Ethan 我觉得很有必要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比特币。那今天这视频呢，我尽量用最通俗的语言和大家解释什么是比特币。那到底什么是比特币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回顾一下比特币被创造出来的一个历史背景。我们通常都承认比特币诞生在2009年的1月3号，当然比特币的概念的提出可能要比这个时间要更早，但应该不会早于2008年。那2009年的世界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呢？这个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2008年由于美国无脑印钱、信贷过度扩张、次贷危机爆发、华尔街血流成河、经济陷入衰退。那说实话，和今年的2022年属实相似。当时人们对于央行中心化机构的这种无脑印钱掠夺人们财富的行为，深恶痛绝。所以当时很多人在想，我们可不可以摆脱央行等中心化机构的控制，真正的去掌握和支配自己的财富？那比特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它的初衷就是消灭一切中心化的机构，让人们可以自己掌控自己的财富，也就是现在你们常听到的去中心化。当然，你也可以直接认为比特币的初衷就是去中心化。但是问题来了。虽然中心化机构，比如央行、政府等，确实挺让人烦，少数人掌握了多数人的命运，权力过于集中，只要涉及到利益，就有可能会走向腐败。那社会运转效率低下，造成了很多社会不公。但是我们真的能够简单的去中心化吗？其实我觉得是不能的。虽然中心化机构有诸多的问题，但它的确是现在人类根据发展需求建立起来的，可以促进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形式。那另外最重要的是，人类通过这种第三方可信任的机构，建立了社会信任，这也是它最大的作用，没有之一。试想一下，如果没有中心化的银行，人们之间如何建立交易信任？没有交易信任，现代经济怎么发展？而且我们也知道，现在货币的本质就是信任。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我们会在另外的视频当中进行讨论。那现在比特币的目标就在于去中心化，那它就必须提出一套能够替代中心化机构的完善的方式。所以比特币首先要提出一套可以替代中心化机构的信任机制，有了去中心化信任机制，才能对抗中心化机构。那比特币提出的信任机制是什么呢？很简单，我想大多数人都知道，就是 POW， 就是 Proof of Work， 就是工作量证明。那传统社会信任建立在所有人绝对信任中心化机构的基础上，那这个信任以前是皇帝、国王，后来是政府党派，但是后来事实证明，这些人们绝对信任的主体本身就是不可信任的。比如朝代会更替，政府会改变等等。那比特币建立的工作量证明 POW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它的出发点其实就很简单，既然人不可靠，那我们就不能相信人。那相信什么呢？相信人完成一件事情的工作量。这个工作量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会改变的东西，它是可以绝对信任的一个客观存在。比如在比特币的网络里，人们可以依靠 POW 完成交易，而不依靠任何第三方的中心化机构。那具体的操作就是，比如说现在 A 要给 B 转账，转10个比特币，那以前 A 需要把比特币转给第三方的可信任机构，以前我们把它称为银行，因为银行值得信任，银行会确保10个比特币转给了 B。那在这中间呢，银行会收取一定的服务费。但比特币网络里没有银行这种第三方信任机构，这时候我们需要解决2个问题：第一 ，A 首先要知道 B 的账号以及自己的账号和密码；那第二个就是在没有第三方信任机构的监管的情况下，如何确保 A 把自己的10个比特币转且仅转了1次给 B， 而没有同时转给 B 以外的其他任何的第三方？也就是说，如何防止 A 花2次的这个行为？那么第一个问题其实很好解决，在比特币的网络当中，我们可以简单的认为公钥就是你的账号，私钥就是你的密码。但与传统银行账户不同的就是，私钥密码一旦丢失或忘记，就没有任何手段可以找回。因为在去中心化的网络里，私钥是认证你身份的唯一的方式，所以请各位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私钥，不要把它放在网络上，找张纸压箱底吧。那第二个问题，我们要仔细考虑解决，就会明白，它其实就是一个信任的问题。传统中心化机构记录你的交易，当 A 同想把钱转给 B 和 C 的时候，中心化机构就会阻止这类的交易，因为你的交易有记录，而且由于中心化机构它值得信任，它能保证记录不被篡改。当你把钱转给 B 后，你就不能再次把钱转给 C， 根本不会存在花2次的行为。但现在在去中心化世界当中，我们没有第三方的这种可信任的机构，那我们就要做到以下6件事情，才能解决上花的问题。那第一件事呢，就是交易记录要广播给所有的人。那第二件呢，就是每一个人要把 A 转给 B 10个比特币的这个交易记录打包到一个区块当中。那第三个就是每一个人要开始计算一道数学题，这个数学题其实很难，只能有计算机完成，而且它的难度是可以调整的。那要确保大概10分钟左右，
一定会有人得出答案。那我在这里说数学题，只是为了跟大家解释的通俗易懂一点。其实说数学题也不是那么精确，它其实要解一道哈希函数。这个哈希函数，它不像我们那个学校当中学的那种数学题，就是说你能用手或者是你能用口算的能力就能算出来。我还看到网络上有人说口算比特币、口算以太坊，真的就是无语，真的。所以说我们是无法通过人的大脑进行计算，它只能通过电脑。以前是 CPU， 现在 GPU， 而且即使是你现在用 GPU 去进行计算的话，如果你的性能不好的话，也不一定能够率先得出答案。所以说它的难度还是挺高的。那第4个就是当一个人假如说 C 率先完成计算，他得出答案，那 C 要广播给所有的人。那第5个就是其他人要验证并接受 C 打包区块当中的交易。那第6个呢，就是被验证过的区块按照时间顺序接到上一个区块的后面。那通过以上6件事情，我们就能够解决双花的问题。当 A 在转给 B 10个比特币这个交易被大家接受并打包到旧的区块里面之后，那 A 如果想要再花一次发起一个新的交易，因为之前的交易已经被打包进了新的区块当中，那这时候其他人手上都有交易记录，那他这次欺骗交易就不会被接受并且被打包到新的区块当中，从而解决了一个双花的问题。那现在如果新兴的观众可能就会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在比特币网络当中，我们不能仅仅的靠验证来解决双花的问题，因为在比特币网络当中，交易的发起者他同时也是交易的验证者。A 只要首先抢到这个上传并打包新区块的这个权利，那 A 就有可能会实现我们的双花行为，它可以绕过验证的环节。那具体的操作是这样子的，比如说 A 现在重新发起一个交易，转给 C 10个比特币，那事实上他已经转给了 B， 他非要再花一次不可。虽然他转给 B 的这个交易已经被打包进了新的区块，但他只要现在覆盖掉这个新的区块，不就是可以实现再花一次吗？那理论上这个其实是可行的，因为要打包链接新区块，按照以上面的6个步骤，其实只要率先解出一道数学题就好。但是因为已经有了一个区块，如果 A 要覆盖旧的区块，那他要率先算出旧区块以及旧区块之后所有新区块所有数学题的答案。那 A 必须要有一个极其强大的算力，这也就是 A 的工作量要远远的超过所有人才能够做到。那事实上这个事情按照目前计算机的发展水平是不可能的，而且 A 如果有这么大的算力，那它其实也没有必要进行这种耗费巨大成本的双花行为。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危险确实是存在的，因为我们知道现在量子计算机已经提上日程了，如果量子计算机真的被发明出来，那这个事情真的就有可能发生。这也是目前比特币这套信任系统 POW 一个潜在的威胁之一吧。那如果你仔细观察这6个步骤，你就会发现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如何确保真的有人愿意消耗算力打包并上传新的区块。那这就不得不提到比特币的一个奖励机制了，因为如果没有好处，大家是没有人会愿意去做这个事情的。当有人率先打包并上传了新的区块当中之后，他会得到奖励。这个奖励呢，包含2部分的内容，一部分是比特币，另一部分是手续费。那理论上按照比特币系统数学题难度的机制，我们每10分钟大概会得到一个新的区块。一开始从创区块开始，每个新区块的产生都伴随着50个比特币的奖励。系统设计每算出21万个区块，那奖励就会减半。那这样我们按照10分钟一个区块的时间，大概比特币奖励每4年就会减半1次。那这样估计到2140年左右，比特币会被全部释放出来，总量大概会无限接近于2100万个。其实从奖励机制我们就可以看出，比特币的唯一来源就是系统的奖励机制，而且它不会无限增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通胀问题。关于比特币到底能否对抗通胀，我会在另一个视频当中和大家讨论。所以从以上内容我们了解到，因为所有人相信 POW 这套机制，所以他们就能够接受比特币作为奖励方式。那从这个角度看，比特币其实就是 POW 这套去中心化信任系统中信任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有点像实际社会中货币就是中心化信任的具体形式一样。也就是说，比特币是一种区别于现实货币的虚拟货币。那区别于现实货币，比特币有以下几个特征。那第一个就是它不是由中心化机构发行的。那第二个呢，它就是总量确定，带有一定的通俗属性。那第三个呢，就是比特币的交易是安全的，而且是不可逆的，就有一点像类似于我们现实当中的现金。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比特币的白皮书当中称为比特币是一种点对点的现金。那这次视频呢就到此结束。为了直观通俗的表达，视频当中去到了很多专业的表述，还有很多地方值得和大家慢慢讨论。各位看官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留言讨论。那希望通过这次肤浅的知识的普及，各位能够对比特币有一个具体的了解，也希望能够得到各位的点赞、评论和转发。另外不要忘记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才不会错过我新的视频。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